他在这边呢住了有7年时间，也没有买房。说我这2年呢老得够呛，一直想要换房。今天小 F 出发，要去见一位好久不见的在清迈养老一个人哟，独自在清迈养老的江阿姨。之前小 F 的视频也拍过，特别想念她做的饺子，因为是东北人，她做的饺子特别好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特别想她，想要去看看她。听说呢，她也搬家了。那现在小 F 呢，就给江阿姨装点吃的，那不能空手过去了。哎，给她装点这个。山竹，今天是阴天，今天是阴天，这就是阳台，这就是老公寓的阳台。老公寓的阳台，一般的新的公寓没有这么大的阳台，是吧？都小小的，还那个户外机都放在阳台上面，是不是？是的，我觉得单做饭哈，就有这么一个小灶，有个小灶台就行了。对，反正那个很方便的。你看他都没收拾呢。哦，对，我说想要把这盆子底还没刷呢。没事。但是我觉得你以前的房间，因为它全部是新的嘛，都是一个个全部都帮你安排好了，就是储物的地方特别多。他这个吧，你看没储物，我没有储物，对，没储物。物。那个他们原来呢，有一个人他要先我这儿，他要租这个房子，他人原来这块有一个小架子，我来了就啥也没有，啥都没有。你看全摆。对，这个就是清迈老公寓的，这个就没有储物，就这个大厨是他的，床是他的，对，就是床是他的，这个是他的，冰箱是他的，冰箱对，这是那个微波炉，反正你生活你不缺啥。这里头这些东西都是他的老旧的，这个煮蛋器是我的，柜子都是他们的，是吧？这个架子这个是他，这一看就是清迈泰式的这个叫什么开放式厨房用的，我觉得还挺方便，对，很方便，就实用，主打实用2个字。但你风景好，风景还行，就是西晒有点晒。你不做饭的时候，这边隔起来应该没问题。我不做饭的时候，我那下午的时候，它大太阳，我把它关上。你这个房子面积也挺大，40多平吧，应该有。43，不是43平是。哇，这个合同还挺，他有照片，还有照片，都拍的挺好的那个。他们这个泰国人这个房子那个合同很严谨，很严谨，对，很严谨，一直想要换房。年轻人3DP 跟你完全不一样，年轻人喜欢各方面设施要配套的，都要很好的。你们就性价比高一点，我就觉得可以了，对吧？长住一下来，性价比是最重要的。我在那边的每天呢，每个月往外拿一交房租啊。最早我记得你是2万泰铢的，后来18000，完了那个啥又15000了。我在那块儿没出那院挪了3家睡一宿觉，一睁眼100块钱没了。我说我在那住，我最舍不得就那游泳池。你看啊，有舍有得，你省下了1万块钱呢，整天是足足的9500。9500。我住进来2个月以后，他们再住进来的就6000了就6000。因为你现在这个时间段是淡季，没有很多人。你比如说你是2月份了，1月份那个时候到期，冬季的人很多人来租，哇，那个时候真的不好找房子，又贵。对，现在吧，我这个换房这个季节挺好。对，你这个季节房源比较充实的。不知不觉跟江阿姨唠嗑了快1个小时。正当我惊叹她精神面貌特别好的时候，她也告诉了我，去年现在的她正面对一段纠结和痛苦的时期。那些日子正恰逢她搬家，自己养了，又要面对亲人的离开，让她第一次在异国他乡感受到无助。不过江阿姨是个非常乐观和独立的人，没有多少时间，她自己就走了出来，约上在清迈的好友，散散步、游泳，都是她最日常的活动。有了清迈这无敌的阳光和自己调整好的心态，现在的她又重新开始享受一个人在异国独居的慢生活了。这个是高筋，这个是面包粉，这是高筋面粉，然后再加这个低筋面粉，软软的，所以包饺子得2个和一起。今天小 F 特别幸福，能吃到江阿姨时隔好多年吃到了这个最好吃的东北饺子，就比我妈妈大2岁，对吧？我觉得就跟我妈妈一样。
特别亲和。你这一段你可别往外发了，这江阿姨现在傻的不得了。哪有？看一下江阿姨包饺子哟，这个是几十年的功底呀，真的是我包的饺子被江阿姨笑死了，被我妈也笑死了。把这个面扒拉成絮状。一次手加点水，完了你不停的搅拌，把这面完全搅拌成絮状，完了最后人你把它揉到一起。我是一次水加的很多，不像你这么样子一点点加水。不可以一下子加很多水，它就要那叫什么伤水了。那个面吧，它就发黏了。哇，这个面皮儿和水都是一门道道哟。你把它捏到一块儿，把它抓到一块儿。看，在做饺子之前，江阿姨还要磨一下刀，因为我们要剁这个。我们做肉馅，对，好吃。手做的肉馅完了让你吃。哇，你看这刀工，你看新磨的刀就好使，好使啊！哇塞，大葱一定要上。先切竖丝儿，再切横的，横的一切下来。基本上就是碎的。买一颗白菜20株在孟买市场买，已经放上大葱喽。把这颗甜椒剁里头，剁一下，完了吃着有一股那清香味儿。对，那你不放油，它那能好吃吗？你揉揉以后，你看就特别光滑的一个面团。对，哇，你看这个是馅，你看这么好的一个面团，哇，好漂亮的面团。打了镜头了都，打了镜头了。说我这2年呢老得够呛，觉得在这理发是个问题。理发呀？绞一次头不理想。他们很多人就是割那个什么，割菜刀切，我不割菜刀切，我就搁手揪。对，揪完了以后啊，擀时间长了它就干了。我这个是有点不太圆乎啊，这个有点不太圆乎，但是我自己包不行。哇塞！你要是能放的话，你再放点，再放点啊，再放一点点，行。包还没忘呢，没忘了包，有点多了啊，那有点多没关系。人家擀那个皮儿，把我佩服的不得了，圆圆的，哎呀，人家那皮儿擀的真叫这个圆，每个人手势不一样啊。我是没那个手把，所以这个才是手工饺子，对不对？手工饺子，饺子包的还是不错的啊。饺子，哎呀，你饺子包的不错，只能做最后一步还行。你再给他那个饺子给他打点弯儿，让他再打点褶，打点弯儿，捏点褶，它就不这么大了。好，要小一点是吧？对，饺子最主要是捏住它，别让它这样子吗？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样是你让它打点褶，它就不那么大了。打在褶里边的。这个我打不来褶，我是打这样的褶。也行，可以的，也可以。行，你就对。我今天在江阿姨面前手抖了，你说不好看。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会觉得手抖什么？没有，包挺好的。放这儿，好嘞。这饺子煮到这份上吧，你给捞出来一个一个，你搁手摁一下，它饺子皮儿和饺子馅儿离糊了就好了，就 OK 了，就可以捞出来。哇，看着就像水晶饺子一样，太棒了！好多饺子哟，倒点香蒜料，蒜料，要吃饺子了哟！谢谢江阿姨包的饺子，你们不知道这个饺子有多好吃。东北的饺子是皮儿一定要擀得特别好，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东北饺子。哎，我是擀不出来，这辈子都擀不出来这个皮儿。这是正宗的东北人包的饺子。对，东北人包的饺子。好了，开吃喽！开吃，尝一下。
我觉得好吃。今天托你的福了。好吃吧？你这都不用蘸料说好好吃，一定多吃。最近呀，热季，好多热带水果都全部冲在市场里面。你们刚刚影片也看到啦，小 F 刚刚从东北阿姨江阿姨这边回来，吃了很丰盛的一顿饺子。在清迈就是有一点呀，你吃不到好吃的饺子，除非你上北方人的家里面，然后去蹭饺子吃，才可以满足对中国饺子鲜味儿的一种满足感呀。否则在这边你只能吃到的就是那种薄皮的一种日本煎饺，跟咱们中国的饺子完全不能比呀。所以今天小 F 超级开心，因为在江阿姨家吃到了我心心念的这个饺子。关键小 F 临走的时候，他还帮小 F 打包了整的一大包的现包饺子。现在呢，我已经放到冰箱里面了。明天呢，我就把它煎一煎，再吃一下我的东北饺子。现在小 F 呢，就跟你们稍微聊一下镜头前没有拍摄到的，因为你们看到这个影片呀，大部分小 F 是没有办法来做记录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被拍摄者在泰国时间待久了，在清迈待久了，一般呢都不太喜欢去做这个社交呀，只限在小范围的一个群体里面，甚至呢像小 F 一样，老是宅在家的这样一个人，对不对？你不要感觉小 F 老师好像有好多人认识呀，有好多群可以加的，不是这样的。小 F 很宅的，是个宅女啊，所以在清迈认识的人真的不多。所以江阿姨呢是其中一个。小 F 在疫情前呢认识了她，因为她是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大嘛。那在镜头前呢，其实她跟大家还没有透露的是，因为她还提到了一些去年碰到的一些伤心事呀。当然更多的我们后来一边吃饺子一边在聊天的是一些开心的事情。她也聊到了，就是在这边其实很多事情你需要一个人自己去面对，只要你带着一张嘴去问就行了，手上拿着个翻译软件，到哪儿都可以，哪怕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哟。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老人家很棒的一个地方，独自生活，独自享受他自己的养老的一种方式。所以他说，虽然退休工资不是很多吧，但是也够养活自己了。然后房子你们也看了，简简单单的。他在这边呢住了有7年的时间，也没有买房，也是因为想走的时候可以潇洒的挥手说再见，不用去过度的担心。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可能就是他女儿还有一辆车留在他的这个公寓的车库底下。他说他觉得现在是一个看车人，因为他女儿1年来泰国可能也就几次的时间，每次开一下车，现在呢把电瓶的这个线都拔掉了，防止电瓶漏电。所以呀，有些东西看似很方便，但其实真的还蛮消耗人的，老是要去担心这个车的保养问题呀，不开怎么办呀，他又不会开车呀，对吧？这个东西就在你身边，你不能不管不问吧。很多人问小 F， 你为什么不买辆车呢？如果有摩托车了，我为什么还要买车呢？摩托车第一轻便，第二堵车的时候我冲就穿到最前面去了，完全不用等这个红灯老长的。这个就是有舍有得，对不对？当大家都在热热的太阳底下坐在车内享受空调的时候，小 F 虽然热是热了点，但是我快呀，对不对？到哪儿一停车都能停，不用找车位。我不知道未来我以后70多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我的榜样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前面，看到他们的生活那么滋润，独自一个人在异国，不懂英语，不懂泰语，不懂当地的任何语言，可以活得那么潇洒，那么健康。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你们觉得呢？评论区里面跟小 F 留下你的想法和看法哟。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喽，拜拜。